越南战场上，胡八一所在的部队刚刚作战结束，正在清理战场，突然密林外传来枪声。士兵席子为了保护连长，胡八一被子弹射中。胡八一看着倒地不起的席子，一股无名怒火在心头燃起。胡八一举枪射击了被俘虏的战俘，这一行为触犯军队纪律，胡八一也被勒令复员。胡八一在噩梦中惊醒，此时他正在前往首都北京的火车上。战争的阴影和战友的牺牲让胡八一久久不能释怀。刚下车的胡八一被一个戴蛤蟆镜的大汉猛地一推，男人看着胡八一，嘴里高喊着天王盖地虎。胡八一眼神中既有惊喜，又夹杂着困惑，但还是脱口而出了下句：宝塔镇河妖。脸怎么红了？找不着媳妇儿急的。怎么又黄了？找了只母老虎给吓的。来人是自己儿时的好友王凯旋，看着兄弟出现在眼前的胡八一，还是问出了困扰观众的一个问题：不是胖子，你怎么瘦成这样？别提了，这日子不好过。走吧，车在门口等着你呢。走。胖子说的车竟然就是一辆板车。二人交谈中，胖子得知胡八一的父亲不但没有因为儿子退伍的事情生气，反而很高兴。胖子表示很能理解老爷子，由此可见当年战争的残酷。胡八一能活着回来，已经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了。胖子租住在北京的一间四合院内，打开屋门，满屋子的锅碗瓢盆，墙上贴满了海报，扑面而来的80年代气息。胖子这屋子基本上就是仓库，里面摆张床，看着一旁的灶台。胖子的日子果然不算富裕，原来是胖子给胡八一写信，让他来北京找自己，信里还提到受了委屈，要胡八一帮忙打架。胡八一问起这事，胖子却说打架都是气话，现在全国都在搞经济，搞钱才是硬道理。东西放好，胖子便喊着给胡八一接风，去吃涮羊肉。看着服务员地上的菜单，胡八一感叹首都物价飞涨，调侃着说自己的复员费也吃不了几顿涮羊肉。胖子瞥见一旁的另一桌坐着的正是之前骗过自己的一个人，此人名叫大金牙。原来之前胖子的板车被工商给扣住，着急用钱赎车的胖子打算出手自己的一块家传玉佩，这才结识了大金牙，并以300元的价格卖给了大金牙。后面胖子得知自己被大金牙忽悠，贱卖了玉佩，这才四处寻找大金牙。这时的大金牙正在兜售从胖子那骗来的玉佩。胡八一上前盘道，破坏了大金牙的生意。大金牙眼看胡八一要为王胖子出头，扬言玉佩3000块可以买走，奈何胡王二人软硬不吃，眼看形势比人强，大金牙只好退回玉佩。第二天清晨，大金牙纠集一众混混前往胖子住处要说法。胡八一拿出退伍的复员费600块，打算摆平此事。大金牙本想教训一下胡王二人，却瞥见胡八一包裹内的一个罗盘，察觉眼前之人可能并不简单。正所谓冤家宜解不宜结，大金牙主动发出邀请，约胡王二人中午一起吃饭。中午胡王二人准时赴约，大金牙一改先前的态度，笑脸相迎。自报家门后，大金牙主动攀谈起胡八一的来历。大金牙如数家珍的介绍着发家史，没想到胡八一对这些事情更是有一套高论。这倒斗的事儿啊，早些年我也听老辈的人说起了一些。真正的高手是没人用铁签洛阳铲的，有本事的人啊，走到一处就知道地下有没有古墓，埋在什么位置、什么结构，这些一眼就看出来，这叫分金定穴。也就是说，凡是风水绝佳之处，必有大墓，埋在里边的人，生前也都不是一般人，墓里边全是宝。真正有大本事的人啊，的确是对洛阳铲之类的东西是不屑一顾的。此话一出，果然提起了大金牙的兴趣，邀请二人到店里参观，并拿出一套见面礼，正是2枚摸金符。大金牙眼见胡八一有真才实学，便鼓动胡八一、王胖子当摸金校尉，做倒斗营生，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眼下兄弟二人穷的真是只剩下高尚的灵魂了，过的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骑板车卖打口磁带，在当时算是夕阳产业了，不但随时有被超车的风险，收入还一天不如一天。胡八一拿着大金牙送的摸金符，还在犹豫。胖子已经对白天胡八一、大金牙二人的对话心生向往。古玩行业如此暴利，胖子自然是早已心动，并拿出一套成熟的理论，打算说服胡八一。那些帝王将相的墓里头有那么多金银财宝，那你能说那些好东西都是他墓主的？还不都是从老百姓身上搜刮剥削来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现在什么年代了？80年代了，不都提倡奉献吗？也该轮到他们奉献奉献了。那他们自己个儿爬不出来，这事儿还就得咱代劳。胖子，我在部队待了10年，偷坟掘墓这事儿我绝不能碰，你也甭动这心思。违法损德的事儿，咱肯定不碰。可咱现在不是说去收吗？兄弟二人在现实生存与道德礼法中找到了一条可行路线，就是收点古玩。当年二人插队，在内蒙古靠近大兴安岭的岗岗营子，当地人流传附近的牛心山就有一座元代大墓，当地人家里都有，从河中山里捡来的各种瓷瓶瓷罐，不如收来变卖，还能见见当年的老乡。战略计划初步成型，二人商量着处理磁带存货，连带着胡八一的手表一并卖出，成为此次收古董之行的启动资金。车轮滚滚向前，胖子抱着一本考古书看得津津有味，还被同行的旅客错认成了考古队。坐上前往村子的旅车，胖子高兴的化身杨子荣，高唱林海雪原，仿佛即将成为下一个万元户。岗岗营子内，刚进村的胡王二人就被乡亲们热烈欢迎。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非常纯粹，下乡的知青就如同村里长大的孩子。教员说过，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毛主席的孩子又回来了啊，回来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现在还好吧？啊，好啊，他老人家好着呢。对，天天都躺在纪念馆里头，谁想他了都可以进去看他老人家。好。胡八一看着村里家家户户都是老人，小孩一个成年男人都没见到，这才得知牛心山之前地震，山中裂开了一条大口子，里面露出了一个元代大墓。政府派出考古队过来发掘文物，村里的男人都被考古队喊去挖石头了，管吃管喝，1天3块钱洗间。胡八一把他们哥俩的那套带领乡亲们一起致富的说辞告诉了众人，享受一批村里的瓶瓶罐罐，拿到北京换钱，再跟乡亲们平分。没想到老支书的话像一盆凉水，直接泼到了胡八一跟胖子头顶。考古队把每家每户的物件都用粮票换走了。听完老支书的话，兄弟二人只能苦笑，刚端上桌的小鸡炖蘑菇也瞬间不香了。眼看盘算之事落空，胡八一提议寻找附近野人沟的关东军要塞，连回去路费都没有的二人只能寄希望于这个没人发现过的关东军要塞，看看能不能找到些许值钱的东西。老支书让年轻的女猎人英子陪同二人进山。英子虽然年轻，是位正经的鄂伦春族，野外生存经验丰富，还带着5条猎犬。原来野人沟以前叫彭越沟，是大金国贵族的墓地。蒙古大军在黑风口击败金兵，死亡士兵的尸首也被扔在此处，便叫成了死人沟。后面年深日久，有人在死人沟里看见过野人，就改叫成野人沟，沿用至今。明月悬于当空，胡八一看着天上的月亮，忽然想到什么，拿起罗盘观望，便跟胖子解释起捧月沟的由来。是因为当月亮升到山谷最高处的地方，从这儿抬头往上看，眼睛的余光会出现一种错觉。你看啊，两侧最高的山峰就像2只巨大的臂膀，伸手捧向明月。辽代金国那些贵族为什么选择葬在这儿，就是可以吸收日月精不锐气。就这风水，必有大墓。这一切都源于他家祖传的一本16字阴阳风水秘术。16字阴阳风水秘术是清代摸金校尉所创，其中囊括风水阴阳之术。虽然名为16字，可更确切的说，应该是16卷。每卷以周天古卦中的一个字为代表，共计16字。这16字分别是天地人鬼、神佛魔畜、摄真顿悟、化阴阳空。这部主要记载阴阳风水学的古籍，可谓无所不包。不仅有风水术和阴阳术，更因为它是由摸金校尉的高手所著，所以里面还涵盖了大量各朝各代古墓形制、结构布局的描述，以及摸金校尉们在倒斗之时遇到过的各种疑难艰险。可以说16字阴阳风水秘术是一部货真价实的摸金倒斗指南。不过这本书只是残本，阴阳术的部分并没有流传下来，仅有风水术的16字。突然林中枪声响起，英子惊慌着一路跑回营地。原来英子在林中发现了几具死人骸骨，慌忙间扣响扳机。胡王二人听到英子的描述，赶忙前去查看。看着枯骨旁的日本军刀与散落周边的一应事物，胡八一还从地上的包裹中发现了一本日记。